你若治不好我的眼睛，你就休想再在太医手里待下去。娘子饶命，微臣看遍医书，能尽切远之症，只能在幼时缓解，待到成年，很难根除啊。很难根除吗？洛一剑，只有你能救我，求求你救救我！而我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只能固守宫中的话，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娘子，让我去死吧，娘子！臣曾在医书中见过用针灸治疗能尽切远之方法，但能治愈的少之又少。那便是可以。陆一剑，求您为我医治。但若一招不慎，便会失明。陆一剑，我信你，求你为我施针治病。娘子的眼睛是被罗一成治坏的。听真卿说，几次治疗之后的确有些效果，董才人欣喜不已。但后来南方时期爆发，太医署派人驰援，眼见罗一成要离开西京数月，娘子便让他密集为自己施针。然而，就在罗一成离开的第2天，娘子发现左眼看不清了。是罗一成施针有问题？我听真卿说，罗一成早就想要摆脱娘子，所以施针的手法一直很冒进。若能为遏制南方时期效力，必会得到圣上的青睐。罗一成已经不需要董才人了。若能及时救治，应该不会变成这样。罗一成为娘子施针之事，太医署并不知情，所以太医署来了人，詹青也不敢说出实情。也许是未能对症，娘子的眼睛愈发严重，之后便彻底失明了。杨美鱼，圣上呢？娘子，王美鱼，王美鱼，娘子，王美鱼，圣上要来看我跳舞了。董才人左眼失明后，再难得圣上的恩宠了。那之后，娘子受了很大的刺激，但娘子仍念着圣上曾对她的好，偷偷跑去见圣上。失明的左眼却惊扰了圣驾，被关在这皇宫中最偏僻的清辉宫10几年了，再未见过天颜。再后来，我被调派来此处，也陪了娘子2年了。那就由着她这般胡闹吗？可她还是很美，不是吗？在最初的几年，娘子偶尔还是有清醒的时候的。可她清醒时看着自己面目可憎的样子，一心求死，更加痛苦。如今的她，虽然是疯的，倒也像活在自己的梦里。她喜欢去那条回廊，因为回廊上的那幅画，画中的她还是被圣上宠爱的样子。真卿，娘子，圣上今晚来看我吗？圣上让娘子早些休息，不必等他了。他明日便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
世上明日来看我，那你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我们家娘子怎样都好看。圣上明日来看我了，圣上明日来看我了。董才人去阴阳路，可还穿了外披？是穿了一件黑色的外披。所以，他穿着黑色外披躲在阴影里，脱掉外披后露出白纱衣，就像是从墙里走出来。而他离开的时候，又穿上了黑色外披，就像是走进墙里。娘子如今不复当年美貌，欣赏画作也只是留恋曾经的美好。奴婢想出这样的法子，只是不想有人去那条路上打扰娘子。没想到，竟传出女鬼的流言，也是弄巧成拙了。照顾娘子很辛苦吧？你的手是被他抓伤的。照顾好娘子，是奴婢该做的。罗一晨当年从南方回到宫中后，没有发现董才人出了事。不清楚，他都没有来问问吗？董才人左眼失明、容貌被毁，都与罗之安有关，的确是有恨他入骨的理由。那次之后，他们是否还见过面？娘子恨他，我们都不想让他再去那条回廊。但娘子绝对没有害死罗一成。那昨晚，他在哪？娘子自从认出罗一成，便念念不忘，说要找他报仇，向他讨要自己的眼睛。我每日提心吊胆，早早给他喂下药丸，哄他睡觉。但昨晚他还是跑了出去。我发现娘子不见后，就赶紧追了出去。娘子，娘子，我看见罗一成没什么反应，就上前查看，发现他连气息都没有了。我怕娘子吓着，想要尽快带他离开。可娘子发现罗一成死了，说什么都要将他拖到走廊的阴阳分界处。罗一成害他如今人不人鬼不鬼，他也要让他永世不得超生。罗一成跌倒时，董才人并未和他触碰。娘子想上前，但我拉住了娘子，没有让她靠近。那董才人拖拽罗一成的时候，有没有从他身上拿走什么，或者放了什么？董才人也是可怜，为了得到宠爱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不然也不至于落得这步田地。后宫嫔妃最大的所愿就是圣上的恩宠，失了这些，与入冷宫也没有什么分别。太史丞，在想什么？我还是觉得有点蹊跷。既然胸病发作是意外，那罗一成发病的时间也太巧了。是不是意外，自会有人帮我们解答。从舌头和四肢来看，确实是胸痹发作。一成患有胸痹，平日里会随身携带药丸吧？是的，他有一瓶养心丸随身携带，我每隔几日便会为他添置新的。再加上师父发作过几次，我更加不敢大意。药瓶就在他袖带之中，很容易拿取。验尸时已经找过，并没有发现。怎么会呢？赵医正，依你所见，罗一成有没有可能是自杀？自杀？在找什么？
真言，师父若是自杀，肯定会先为自己施针，令气血凝滞，引发胸壁发作。膻中内关曲泽，没错，这种特殊的施针手法只有师父会，它会导致气血逆乱。罗玉成为自己施针后引发胸痹，但他死意已决，故也没有把药丸带在身上。是自杀。师父怎么会自杀呢？为何这么说？师父近日很受淑妃娘子赏识，风光得很。太医署的人都猜测，师父生人医令，师父正盼着呢，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自杀？为淑妃娘子诊治的，不是一直都是柳依城吗？我也不知道柳依城如何得罪了淑妃娘子，1个月之前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。大概是白秀罗帮的忙吧。罗玉成可曾提起过董才人？董才人就是你们在阴阳路上遇到的那个女鬼。师父再也没有提起过那晚发生的事。今日辛苦了，夜深了，请回吧。县主，若再有需要验尸之事，玉笛愿意为你效劳。会不会是罗依成遇到董才人后良心发现，自杀赎罪？罗依成一心只想攀龙附凤，眼看就能当上医令，就算想要赎罪，也不舍得自杀。太史丞，想什么呢？董才人和罗依成一事，点将应该说谎了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董才人看见我假扮的罗志安时，虽然情绪激动，但表情更像是求助而非复仇。再去问问点将。怎么是点将啊？这是淑妃前年在生辰宴上传过的礼仪。衣架被固定在地上，难怪能支撑住身体不会倒。人已经僵了，死了起码1个时辰以上。查一个死一个，这个白秀罗到底想干什么？点将也是自杀。确实费了些周章。勒得这么紧，是自杀能做到的？潘永琪的计划是将自杀伪装成他杀，只是临时生变被我们抓到，才让另一个人帮他点燃了松木条。罗志安故意去阴阳路撞到董才人，是想让人误以为他被女鬼吓死，掩盖他自行施针诱发凶病的真相。点将口中也是含着黄符而死，按照白修罗行事的逻辑，一定也要是自杀才对。可他双手都被绑着，如何做到呢？那就要试试才知道了。点将之前是我们司制司的工人，刺绣的技法很好。他进宫5年，一直都默默无闻的。直到有一日，他的绣样竟然被淑妃娘子看到了。淑妃娘子赞不绝口，
下令要他缝制第2年生辰宴的礼衣，还许诺所有的金线和宝石任他使用。点将受宠若惊，那身礼衣耗时非常久，整件衣服都用了云锦绣。这里其他的绣娘都达不到点将的技艺，所以几乎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。直到那天，看仔细了，看仔细了，肯定不会错的。可有别人知道，我一发现就立马来找你了，这事儿可不敢让别人知道。点将，你在做什么？这礼衣美吗？这可是淑妃的礼衣。那淑妃的礼衣美吗？那天之后，点将便又恢复到了平常的样子。可是我实在不敢留他，找了个由头，把他调去了清辉宫。偷穿礼仪之事没有败露，点将逃过一死。只是想再回到司职司也难了。真没想到，点将到底还是死在了这件衣服里。我虽不知他为何被司职司赶出来，可是他日日夜夜都想再回去。他最爱洗双手，每天晚上都要用温水泡过，然后再涂上膏脂。他的手比娘子的还要细嫩，可怜他手上最近生了烂疮，一直不好，已经很久没有缝过衣服了。膏脂在哪？他每个月微薄的月俸都用来换这些了。这个是淑妃娘子从前赏他的白牡丹香膏，又细腻又芬芳，他每到逢年过节才舍得用一点。他如今手坏了，连针都拿不稳，比要了他的命还难受。赵议政，县主，我用银针探过，这膏脂里掺了毒物，但无色无味，我查不出来。你试试。这样的好事，多谢县主相助。县主放心，3日之内，我一定查清楚。多谢。梁主，康平王下次再来，我们该如何应对啊？他看出我是装的了，不会再来了。赵峰看见他了吗？看见了，赵峰已经风风火火地查私盐贩的事去了，还让人把贵人的老头给带走了。那不是挺好？赵峰为官尽责，向来就爱管那些民生闲事。少卿，我真是越来越不懂你了，为什么好事留给别人做，骂名都是你担着？有人跟我说过，
善名恶名都不重要，我觉得也是。只要我背着骂名，自然有人放心。少卿，扬州。哦，送信的人说，这是有人花了重金，特意让他带进圣都的。少卿是去康平王府吗？不如我随你一起啊。不必了，你帮文宇整理一下里面的卷宗吧。哎，草民乃扬州千户，今状告州籍属监曹状告我，何意擅自侵吞漕运费，以公谋私，贪墨无度，请彻查何意及与之来往官吏，在扬州为不法之事。康平王，饶命啊！康平王，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。何监曹，你贪点小小的漕运费没什么，可因为这状子，扬州所有的沿路就都得听啊。停了，这也不至于吧？哎，这状子不还没递上去呢吗？扬州一年的官盐50万担，转卖其中的5万担，那一年就是10万200银呐。这状子若不是递到少城手里，而是递到御史台、户部，递到那些酷吏手里，这10万两啊，何监曹，要多少个你才够赔呀？康平王，下官定将戴罪立功。滚！是，这就寻条新的沿路来弥补过错。少城，你又立了一功。少城本就仰仗康平王提携，这都是分内之事。可惜那徐陵当上尚书右丞之后，这一年竟然没有出什么岔子，你恐怕还得再有一些耐心。要不，你和显儿的婚事先紧一紧，我找人择个吉日。谢康平王。江南这么早就下雪了，看来今年的冬天会格外冷。这雪景确实赏心悦目，但有多少人知道，雪下藏着多少脏东西？下雪了，路就更难走了。平安，我们该回趟圣都。去看看采莲和丹心了。参见康平王。这
这么快啊？才10余天就有消息了？是，不过这次寻来的盐贩与以往略有不同，下官不敢擅自做主，所以前来询问康平。就说来听听嘛。经过下官多次寻找，这次寻来了一位私盐贩，他其实是私盐贩。是，你是嫌自己命长，还是想将康平王爷拖下水？准确来说，他其实是一位牙人，他声称自己手上有大量的私盐，多到这个数3000担。哎，3万担。哪来的牙人手上能有这么多私盐？何间草，哎，你该不会信了吧？这牙人的说法是，这3万担的私盐会按批次出手，之后再找大买主。关键是，他只卖100文一斗。100文一斗？正是。下官见这其中的利益着实不小，所以不敢耽搁，便火速前来禀报。现如今，这牙人的身份尚未查证。何间草，不如你将此人约出来，我去探探虚实。贤儿，和少成一块儿去。是。若是有人想取我们性命，此地很方便。若是真有人设局杀我们，那才刺激。你们是来找安爷的吧？跟我来。不会这么巧吧？我这赚钱挣到老朋友头上了。这交情可别乱攀，这钱你能不能赚到手，还不一定呢。这1年没见，平安，你什么时候喜欢上钓鱼了？今日可有鱼上钩啊？这钓着着鱼啊，得看运气。我这运势一直不怎么样，不过就是图个乐子。
叶新一，我是刑部侍郎赵峰。听闻叶新一正要离开圣都，因而在此恭候。赵侍郎，这是何意？我是受人所托，将此物转交于你。这是叶新一不必多问，在下职责已尽，叶新一一路平安。你先前离开圣都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怪让我惦记的。这一年都去哪儿了？那我去的地儿可多了，不然怎么能坐在这儿？别绕弯子了，说说吧，为什么做起了牙人？如今燕家这么高。谁不想趁机多赚上一些，让自己过得好点儿？别再演了，巧舌如簧。他怎么能拿得出这么多私盐来？看来袁绍卿对我成见很大啊。既然你们信不过我，那请便吧，我另觅买家就是了。你手上当真有盐？黄一鸣，黄一鸣可是河南道一带最大的私盐贩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袁绍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连我吃饭的本事都给忘了。我治好了一个私盐贩的头痛症，他便将我引荐给了他大哥。叶新义，多有得罪了，干的是卖命的买卖，实在是对不住了，不得不小心些。明白。这黄一鸣的确有个绰号叫黄铁拐，只是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取的。说来也简单。他这腿疾，并不是外伤，而是妻子过世后，由心疾引发的。所以你就替他诊治，和他攀上了交情。不错，正因为这份交情，他才让我接手了一些私盐上的生意。你这故事讲的还真乏味，别再跟他浪费时间了，我们走。袁绍卿还没当上康平王的乘龙快婿呢，就开始对武舍人指手画脚啊！还是防着点他，以免被利用。你倒是担心你自己吧，有命赚钱，没命花。行了，少成，平安的生意，我哪有不做的道理？你若真认识这黄一民，择日带他来见我。还是武舍人够意思啊！那这样，不管这笔你们赚多少，佣金一口价800两如何？当然没问题。走了。对了，袁绍卿，
天冷路滑，小心别摔着。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！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沿路我们可以再找，何必与虎谋皮？袁少卿了解我几分，你大可不必将自己的懦弱无能强加在我身上。在我面前，你只要做好一个贤婿该做的就行了。谁这么大胆，敢拦我的车驾？刑部接到匿名举告，这辆马车上藏有私盐，得罪了。搜！是。侍郎，车盘底下搜到的。赵公，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们怎么会在车底藏匿私盐？这定是有人诬陷我们。是不是诬陷，本官自会查明。没有官服，本官也不认得。那赵公见了官服，便可放行了吧？带了官服，就以官员的身份入监牢；没带官服，就以草民的身份入监牢。可想清楚了？不用麻烦了，我们两个草民随赵侍郎走一趟吧。兄台，敢问张尚书呢？张尚书有差事，过2日才回京。慢着，劳烦跑堂大理寺，就说袁绍卿。说什么呢？幸好没人看见，不然我坚守这么多年的清誉全被你毁了。无赦人，让县将军来提人。是。无赦人，你好吗？当然好。听狱卒说，袁绍卿还在里面，要不要我将他一起带出来？用不着，他自有他的过桥梯。是谁这么大胆，敢陷害你？还能有谁？当然只有他，叶平安。叶平安？他不是你的朋友吗？是啊。可惜，我跟他注定只能当对手。昔日我保你出狱，今日换你保我，我们算是扯平了。
五舍人。今日怎么不见那个姓宪的校尉？他性子太孤傲，前几日走了霉运，冲撞了统军，下了狱。那统军可是个记仇的人，恐怕是要趁机整死他。谢五舍人救我一命，献广平愿为五舍人赴汤蹈火。那就别当校尉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跟随我兄长武安康上阵杀敌，最好能立个功。但我要你活着回来，做个将军给我看。是。仇不平。我是说，五舍人的恩，我记一辈子，刻骨铭心。刻骨铭心，可为我生，为我死。可。替我去找一个见过黄一民的私盐贩，我用得着。是。前线战事如何了？武将军英勇，率军将硕丹逼退数十里。现大军在与其对峙，武将军正准备找时机突袭。冒进可不好，你告诉他。不要太快，雪天路难行，盐、粮草均饷，恐怕都要迟一些。还有，你告知沿途仓司、工部、户部，谁敢怠慢，绝不轻饶。康平王放心，属下一定办妥。贤儿，怎么去了一整天呢？少城没跟你回来？他还有事要办，那人手上的确有盐，而且他自称跟河南道上最大的私盐贩黄一民有交情，货就是他的。若真是黄一民，有那么多盐就说得通了。伢子的佣金要多少？800两。倒也是这个行家。不过，这伢子的身份，你听了一定意外。他是叶平安。叶平安此举定是别有用心。若他真认识黄一民，那我们这条路不通，换一条。可是父亲，贤儿，我们你为的恐怕不是盐，而是想证明自己能赢过他吧？前几日，李允琛上了一道奏章，对吧？是。他盛赞太子品德，力保太子。圣上只批了5个字：四坐且莫宣。莫宣，那是圣人在敲打他，故意让你看见。那也是在提醒我。沉住气，我让何毅再另寻言路吧。风吹雪倚红绡梅，微醺绿胚暖烛光。今天这种天气，倒正适合叙旧。贤儿，这是带了什么好东西来啊？当然是万国香的小菜了。我的确许久未吃过了。你是唯一一个能吃得上我送的菜的人。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啊！
皇兄，武士人带了好菜来，快来尝尝吧。这当官的还不配与老夫坐在同一张桌子上。吃菜的口味，我看也不一样。久闻黄铁拐大名，今日终于得见。没想到黄铁拐对官家成见颇深，只是这菜你不吃，又怎知合不合口味？这一片地里种出的粮食还各有不同呢。这当官的也分有本事和没本事的。皇兄，万国香的小菜我吃过，确实不错，不如先试试。有的人为官，官袍底下不过是禽兽一只；有的人虽一身草莽布衣，却胸怀丘壑，重情重义。这也是我愿意来见黄铁拐的原因。这么年轻的丫头，来见我这个盐匪，还敢单刀赴会，倒也是不简单呐。其实也不止我一人，我还带了份见面礼，略表诚意。